年5月22日，一段视频流出了，没有吻戏，没有拥抱，没有那种精心设计的电光火石的瞬间，有的只是一个185公分的男人系着围裙在切菜，旁边的女人头发随便一扎，嘟囔了一句红烧肉咸了就这样。但就是这不到2分钟的画面，在短短48小时之内，把整个2026年的国产偶像剧行业杀了个片甲不留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只是徐凯和谭松韵的 CP 感，我们要聊的是为什么两个人站在一口锅前面，比任何一场精心编排的拥吻戏都更让人心跳加速，而这背后究竟是天然的化学反应，还是一场精密计算的降维打击？听完你自己判断。先回到2024年，那一年，一部叫《比星光更美》的剧悄悄开播。说与悄悄与是因为开播前没有太多人当回事，又是一个霸道总裁配职场女强人的故事，市场上这种剧多到数不清。但是观众开始追了之后，发现不对劲。徐凯饰演的韩婷不是那种开口就说与你是我的女人与的直板霸总，他有克制，有隐忍，有一种把情绪压在胸口，但眼神全部出卖了自己的质感。谭松韵饰演的纪星也不是傻白甜，她倔强敏锐，在资本压力面前不低头，但转过身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又能感觉到她有多脆弱。两个人加在一起，发生了一件很罕见的事，他们的角色是真实的人。那句台词与我已经等了你10年了之所以能让无数人在深夜刷评论刷到哭，不是因为台词本身有多好，是因为说这句话的人，你信他。导演拍完之后说了一句话，后来被大量引用与他们俩坐在那里，你觉得他们已经认识了10年与这一句话其实已经预告了今天会发生的一切。但是2024年的比星光更美还是有剧情框架在撑着的，有冲突，有误会，有和解，一切都在编剧设计的轨道上运行。哪怕化学反应再真实，观众心里还有一条线，这是在演戏。霓虹之雾的厨房片段把这条线彻底剪断了。我说说那段视频里到底有什么。徐凯站在灶台前，不是西装革履，是一件略微皱褶的家居服，系着围裙。他在切肉，动作很利落，不像在配合摄影机，就是在切肉。谭松韵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，头发随便扎着，拿着一双筷子在锅里搅了搅，然后抬头说那句与咸了与徐凯没有立刻回应，他继续切了2刀，然后转过来看了他一眼，说与你放了几勺酱油与谭松韵想了一下，与2勺半与徐凯沉默了大概2秒钟，然后他说与那就是你的问题与就这些。但我看了不止10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2秒钟的沉默不是演员在等情绪，不是在等摄影机给特写，那就是一个人在厨房里听到另一个人说错了话之后，正常人的反应时间。那个停顿，没有人叫他停在那里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如果你们最近有在看2026年的国产剧市场，你会知道现在的偶像剧是什么风格，慢镜头，滤镜， BGM 在关键时刻准时响起，男女主角的眼神一碰上就是 0.5 倍速，然后画面暖色调一达，弹幕飘满与我磕到了与这套公式不是没有道理，它确实有效，市场已经验证过无数次。但是有效和真实是2件事。现在的观众越来越能感觉到那道玻璃的存在，隔着玻璃看2个漂亮的人谈恋爱，精致好看，就是进不去。你看完了，弹幕发了，睡前刷了3集，第2天早上完全记不住他们说了什么。霓虹之雾的厨房画面没有那道玻璃，2个人站在那口锅前面，你闻到了烟火气，你几乎可以感受到那个厨房的温度，和那种2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才有的那种不需要表演的自在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，把那段视频反复看了超过5遍，现在就点个赞，
让更多人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谈一件可能让一部分人不舒服的事。这么真实的画面，究竟是与 quote 天然与 quote 的，还是与 quote 设计与 quote 出来的？我不想骗你们，说与 quote 当然是天然的，他们就是这样的人，与 quote 这太浪漫了，也太简单了。徐凯是什么人？他入行多年，经历过流量顶峰，也经历过2025年那场不那么好看的舆论风波。他知道镜头在哪里，知道什么画面会被流出，也知道与 quote 生活感与 quote 这3个字在当下市场意味着什么。谭松韵是什么人？他有一张显小的脸，但眼神从来不天真。他做过的采访里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，大意是他不喜欢与 quote 为了表演而表演，与 quote 他更愿意找到角色真实存在的理由。把这2个人放在一起，放在一个厨房场景里，让他们去蒸与 quote 红烧肉，咸了还是没咸与 quote， 你觉得那个结果是意外吗？但是这里有一个转折，就算这是计算出来的结果是真实的，那这个真实还是假的吗？这就是徐凯和谭松韵最狡猾的地方，也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。他们不是在用技术模拟真实，他们是真的放下了很多东西，让真实自己长出来。这很难，比背台词难，比对眼神难，比哭戏难。因为你要放弃与 quote 表演与 quote 这件事本身带给演员的安全感，那个与 quote 我知道我在演与 quote 的安全距离。徐凯系着围裙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他没有韩婷可以躲，他就是徐凯本人，被摄影机拍着再切一块猪肉。说真的，敢这么做的演员不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对整个行业意味着什么？现在评论区已经吵起来了，有人说霓虹之雾要重新定义国产偶像剧，有人说这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宣发，有人在为 CP 疯狂，有人说不要磕真人。但有一件事是没人争的，这段厨房画面让很多人重新想起了一件事，为什么要看剧？不是为了看完美，是为了看真实。不是为了看遥不可及，是为了在那2个人身上看到一点点自己的影子。2个人在厨房里为一道菜的咸淡起争执，有多少人在那2秒钟的沉默里想起了自己身边的某个人？在那个瞬间，那不是徐凯，也不是谭松韵，那是所有曾经在厨房里站过的人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看到那段画面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想到了谁？好，我们来说最后3件事。第一件，谭松韵和徐凯的化学反应来源于一种非常稀有的东西，叫做与 quote 真实的不完美与 quote。 他俩都不是那种让你挑不出毛病的演员，徐凯有时候情绪收得太紧，谭松韵有时候节奏会稍微散一点，但正是这些小瑕疵让他们彼此咬合。完美的2个人在一起只能产生对称，有点歪斜的2个人在一起才能产生摩擦，才能产生热量。第二件，霓虹之雾还没播，已经赢了一场重要的战役。在注意力比黄金还贵的2026年，一段厨房里的日常画面让多少人主动去搜索这部剧的名字。这不是运气，这是2个演员多年积累之后自然爆发出来的能量，你无法复制，因为你复制的前提是你先得成为他们。第3件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，如果你今天看完这个视频，只记住一件事，我希望是这个，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在向你兜售与 quote 完美与 quote 的市场里，2个人在一口锅前面的真实争吵是最有力量的反叛。徐凯和谭松韵用一锅咸了的红烧肉告诉了整个行业，观众没有那么好骗了，而我们选择相信这种真实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你怎么看这段厨房画面，是真情流露还是高级营销？2种答案我都想听，评论区见。如果这个视频让你有哪怕1秒钟想去了解霓虹之雾，那就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